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拨空来参加这一场 AWS 云端工程师的职涯分享会。首先来让我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Tim，目前在 Dublin 中文志愿团队担任 Operations Manager。我是在2017年的年底加入台北的 AWS Premium Support 的团队，当时我在团队里面是在 Big Data 这个 profile 里面担任 Cloud Support Engineer，也是资源工程师的角色。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 Dublin Team 这边要成立哈，所以我就从台北转调过来，好到 Dublin 这边好成为 Ops Manager。然后我在2017年加入AW 之前呢，我是在台湾雅虎哈，也是担任 Senior 的 Data Engineer 哈，在雅虎的 Data Team 里面工作了一个蛮长一段时间哈，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背景。今天的主题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关于 AWS Premium Support 的介绍，第二个是CSE 这个工作的内容以及它的职涯发展，我相信今天大家很多人都会有兴趣想要了解。接下来会是我认为今天是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面试的我们的面试流程跟一些面试的一些技巧。最后我们会留一点时间 Q&A， 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 Chime 的上面的一个 chat room 留下你的问题，那我们最后会统一为大家说明。第一个部分呢，我就交给 Eason， 请 Eason 说明一下 Premier Support 跟 Cloud Support Engineer 的工作的内容。没有问题。非常感谢大家花1个小时的时间来跟我们这边一起了解一下我们 AWS Support 的工作内容。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的活动。我是 Eason，我先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从2017年从AWS Premier Support 台北台湾团队以 intern 的身份加入这个 Premier Support Team。那我在2018年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式成为 full-time 的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工程师。那我致力为 AWS 数千万的用户呢，帮助他们的业务达到成功。目前我主要专注在 DevOps 相关的一些产品。那这中间我在内部也有担任一些像是 Escalation 工程Engineer 的角色，来协助内部其他的 Support 工程师或是其他团队，比如说开发团队，来解决一些更为复杂的技术问题。那我在2021年的时候是申请 relocation 到 Dublin 的团队，那持续的帮助很多AWS 的用户来解决许多困难的技术挑战。我接下来将用简短的几分钟时间呢，来进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 AWS 这间公司以及我所在的团队，也就是 AWS Premier Support Team 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细节。希望在简短的几分钟以内呢，帮助你更加了解我们团队的工作内容以及我们在每天在做的事情。在讲 AWS 之前呢，必须要先介绍 Amazon 这家公司啊。我相信大家对 Amazon 应该都不太陌生，否则就可能并不会想要再具体了解我们这职位内容了。但我要提到 AWS 之前，要先提到 Amazon 这家公司的原因，是因为 Amazon 主要是从1995年由 Jeff Bezos 在美国西雅图创立一家公司，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一家线上书店开始的。但不过在这几十年来说，Amazon 其实致力于成为地球上以顾客为中心的企业。这其实呼应到 Amazon 里面我们最有名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16条里面的第一条 Customer Obsession。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公司所进行的决策啊，都是基于顾客，也就是 customer 为中心导向。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呢，Amazon 其实进行了许多创新以及拓展不同类型的业务。它连同带动我们主要的电商业务的相关发展，快速成长。那在 AWS 这边呢，其实你可以说 AWS 是一个 Amazon 有趣的巧合。随着 Amazon 的电商规模扩大，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在一些尖峰的时刻，比如说像是 Black Friday 或是 Christmas 这些所需要的运算资源，还有业务规模成长所需的储存需求呢，它其实联动提高了云端建设基础的一些重要性。这使得 AWS 这家公司的诞生。所以在 Amazon 内部呢，其实有许多的团队，同时都是 AWS 的客户，来建构所有非常具有规模且有趣的应用。所以你几乎可以说，没有 AWS 就不会有我们 Amazon。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客户同时也需要这样的规模呢，来承载他们的业务，那甚至是商业模型。以及甚至想要学习 Amazon 的一些成功的模式。那基于这样的理由，致使 AWS 呢基于不断客户的需求，持续的在拓展不同类型的业务。截至目前为止呢，AWS 至少在全球呢，至少提供了至少26个 region，也就是不同的地区域，以及84个 availability zone 可用区域。
这个 availability zone 呢，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data center。那基于这样的一些地理建设架构下呢，它提供我们客户具有全球规模的 IT 部署以及解决方案。那目前截至为止呢，我们至少有超过200种以上的服务，包含 computing、storage、big data、machine learning、IoT 等等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及产品。那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持续拓展我们的业务，在全球预计在未来其他的国家以及地区还会不断的再去 create 一些对应的 region 来提供我们的客户有更多不同的选择。那同时我们的云端业务的客户呢，其实包含各个不同规模的产业的新创公司、政府机关以及大型的企业。之所以云端业务其实能够如此的蓬勃发展，其实更是因为很多客户会选择使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提供了弹性资源调度的一个使用架构。也就是说，你使用才付费，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Pay as you go 的架构模型、计费模型。所以客户并不需要像过去一样，他需要基于他们的业务前期建制花费大量的成本去建构 on-premise 的 data center，就是我们在常见的地端的机房，来去要初期建制购入这些机器啊、伺服器等等的一些花费，而是它可以根据他们的使用量来咨询付费，来帮助客户节省许多他们当在初期 IT 成本的降低，以及许多初期建制上的一些挑战，来去进行产品上的试验。同时 AWS 是连续第11年由第三方的评鉴机构，也就是 Gartner，在 Cloud 的领域呢，从众多的 Provider 里面评为 Leader。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客户，甚至是在座的各位，在聆听演讲的各位呢，其实你可能是业务领导者，可能是开发人员，或者是技术爱好者，其实我们的客户都会根据很多不同的客观的指标来选择适合他们使用的云端服务提供商，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其实很多客户他们会选择去采用 AWS。我们也包含非常多不同的客户成功案例，可能是你常听过的一些品牌。所以 AWS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全球规模的公司，在全球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客户，那也很多是非常指标性的客户平台，可能像是 Netflix，可能你听过的一些产品等等，都充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是不管在过去、现在，AWS 我们仍然都持续的不断致力在协助不同类型的客户呢，透过我们 AWS 自身的经验以及技术，来基于我们自己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团队，帮助他们的业务达到成功以及成长。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客户的一些使用案例以及 Customer Story，你可以透过这个连结呢，来获取到更多详细的资讯。刚刚前面提到，我们 AWS 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客户嘛，想当然在 AWS 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用户，所以不免来说，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产品上的使用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AWS Premier Supporting 会团队优先站在客户需求提供服务的时候了。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特性呢，为了帮助客户的业务达到成功，我们 AWS Premier Support 相应提供的工作模型呢，是属于24乘365天的服务支持模式。当然也不是要加入 Premier Support 团队的同事们，他们每个工程师半夜还在上班，而是我们的工作模型呢会遵循太阳的日照时间，也就是在各个时区的白天时间呢，会有对应的工程师来协助对应业务的跟进，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品质。所以在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团队组织架构下，是拥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技术团队，当然也不会只有会讲中文的同事啊，我们是属于全球性的团队，所以组织在全球同时也分布在5大洲里面，包含美洲、印度、Cape Town、澳洲、日本、韩国、台湾，甚至现在我们在 Dublin、UK 这2个部分的地方，想要再进行建立一个团队的一些招聘活动的主要原因都是这样。其实你可以想象，我们团队每天基本上在处理各式各样的客户技术问题，甚至是一些有挑战性的瓶颈，所以你可以预期这个团队的组成非常的多元，不管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甚至有不同熟悉技术领域的同事，你可以不乏认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背景的人，跟他们一同交流各式各样的技术问题。当然在内部呢，我们主要使用的通信语言都是以英文为主，但在客户提出这些需求找到我们之前呢，他其实要先透过订阅一个 AWS 的 Support Plan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所以我们团队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付费的性质，在专注解决客户不同类型的技术案例的同时呢，也就是 Technical Support Case， 我们这个团队并不会处理客户有关账务 Billing 账单相关的一些状况，所以客户在提供订阅的机制之后呢，他可以根据他选择的等级，采用 email、chat、call 等等的不同形式来跟我们互动。根据客户付费等级的一个案例严重性的回应时间，最短可以到15分钟，那最长可能就是24小时的工作天时间。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持计划。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不同的等级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计费定价，所以在这些定价的架构下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专门的 AWS Support 技术支持团队呢，客户可以透过 AWS Support Console 来去开启一个 Technical Support Case，那就会找到我们。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到更多有关 AWS Support 的一些 plan，你可以透过扫描这个 QR code 来了解到更多的资讯。所以，Cloud Support Engineer 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将前面几分钟提到的内容再进一步的延伸，我们主要就是在处理使用 AWS 服务时发生的技术相关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当然除了包含一般性指导、主态设定 General Guidance，比如说客户问怎么使用这个产品啊，这个 API 怎么去操作啊，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之外，更多时候我们其实都在做 Troubleshooting。也就是故障诊断，就是帮助客户定位他们在复杂架构下他们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的 root cause。比如说一个类似的情境就是，为什么我的应用部署在 AWS 上面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会自己 crash？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协助客户的开发团队执行问题的分析，包 analysis，甚至是分析一些程式的原始码，来指出有问题的部分，来修正我们产品本身的问题，以达到帮助客户更好使用体验的目的。那甚至有一种状况是，我们会协助客户做一些特殊活动的监控以及资源，就是像前面提到的一些像是 Black Friday，售票活动，甚至是双11的购物节等等，这些 enterprise 计划的用户，他提出需求之后呢，我们的团队就会安排对应的工程师，就会像是客户背后的隐形的工程团队，来借助我们的经验以及专业，来在客户遭遇到一些大规模情境的特殊活动中呢，来排除一些立即性业务相关的影响，系统宕机，甚至是提供相应的优化建议。我相信大家在看到我们的职位的描述内容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会有 Cloud Support Associate、Cloud Support Engineer 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名称，会有一些疑惑，所以这边再具体的简短的介绍一下有关这不同角色的定位。在 Cloud Support Associate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主要提到的一个职等来说，在我们的架构底下会分为一些不同的一个名称。那你在这边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那以 CSA 来开始看的话呢，就是 CSA 我们的大部分所理解会是可能是你工作1到2年，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那对于他的技术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 AWS 的使用技术。这个时候就会处理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技术案例来积累自己的技术含量。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困难复杂案例的情况下呢，因为你如果直接让 Cloud Support Associate 来处理，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为了让 Cloud Support Associate 他们能够有一个平滑的学习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 Cloud Support Associate 的一个职等存在，来帮助他们更好去先解决大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情境，再透过这些案例的学习呢，不断在学习到更困难、更为复杂解决案例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基础下呢，在他们的技术含量提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透过一些内部的 promotion 的流程来晋升到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就是简称 CSE。这个时间可能通常都要半年到1年之间。那到 CSE 之后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快速积累实力的时段，不管是案例的研究程度，或是客户的 support plan 的级别，其实 Cloud Support Engineer 都会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并且接触这些处理案例的一些过程呢，它可以快速积累在单一个技术领域以及服务的实力。在这个阶段呢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可能都会专精至少一个 AWS Service， 那接着会透过内部的一些流程评估，是否可以成为该技术的专家。也就是我们内部提到的 Subject Matter Expert， 简称 SME。当你被认可为该服务的技术专家之后呢，大家就会认可你的技术能力。在AWS全球呢，大家都会认可你是这对应服务的专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你就会可以步伐可以预期到会有更多的技术挑战需要你面对。举例来说，你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处理比较困难的案例的情境，帮助其他同事解答技术问题，甚至做一些新人培训的工作等等。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会接触到处理一些 escalation 的阶段。那这种 escalation 可能会是客户系统生成宕机，甚至是它是处于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棘手的案例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找到你。甚至你可能还要因为客户他的业务受到影响受损的时候，你还要学习如何正确的去安抚客户的情绪。这通常需要一定的经验以及技巧才能安抚来解决客户的状况。所以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你还会很多机会跟不同的团队合作。可能比如说客户的企业技术支持的技术经理，我们的账户技术经理叫 Technical Account Manager， 简称 TAM。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很密切地跟他做合作。这时候
你身为一个比较资深的 cloud support engineer，你就会有非常大量的机会以及时间来去处理这些状态。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密切跟客户进行合作。当你具备成为单一服务的专家，并且能够跟不同的团队合作，处理各种案例还有 escalation 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继续往下个阶段迈进，就是我们提到的 cloud support engineer 2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其实你除了提到处理案例的阶段、不同团队合作的一些机会等等之外呢，你可能还会再做很多团队训练以及团队成长的工作，比如说你可能会来帮助你培养一些有潜力的 cloud support engineer 成为下一个阶段的级别的工程师，或者是改善团队案例处理的一些处理能力，甚至改进一些流程等等。那你可能会涉及到很多跨 region 跨不同国家的一些机会，比如说你可能会要去deliver 一些不同 region 的 training，就是提供不同区域的教育训练，来帮助其他国家的公司来学习一些技术啊等等这些工作，来培养不同团队的一些成长。那在 Cloud Support Engineer 2的一个定位上面，你可能会是当一个技术领袖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比如说你可能会借由一些机会到现场跟客户一同协助他们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那你可能会跟其他不同团队，像是 Solution Architect，就是 AWS 的解决方案架构师，我们简称 SA，来跟他们一起进行合作，来协助客户解答一些现场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的本身的经验技术定位呢，通常会在协助水准之上，才可以技术回答一些客户的状况。因为你在现场并没有办法像你在远端后台这边做，你可以在当现场的情况下立即的去寻找一些答案。所以在 Cloud Support Engineer 的角色里面呢，如果你要我简短介绍有关 CSE 的工作内容，要一句话来简短的来描述我们的职位的话，你可以简单概要，就是 AWS Support 呢，我们可以让客户更懂得使用 AWS 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从故障排除、架构规划到有规模的在 AWS 上面运行的，你的关键其实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所以怎么说呢？其实，在 AWS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他们运行了不同的工作负载。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客户理解、应用并且改善使用场景的角色。所以不只有故障排除、架构规划等等这些工作，其实还包含很多很多跟客户互动啊、不同团队合作的一些机会。所以举例来说，我们其实也会透过一些机会，像是改善客户在线上系统最佳化 DynamoDB 的一些使用方式，或是 NoSQL Database 怎么去进行规划的一些建议，那或者是改善一些线上交易系统的网站效能，或者是找出购网站系统的架构瓶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客户也会给一些根据他们的这些经验来提供一些他们的自己对于 AWS Support 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反馈。这是其中一个 Printers 他提供的一些 feedback，你会大概了解一下，其实我们 support 跟不同 AWS 里面团队角色在为客户业务成功上面致力于在做哪一些项目的工作。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只能简单举例几个部分。但是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扫描对应的 QR code，找到我们的 customer story 来了解这些对应的一些我们的有哪些客户他们的一些使用体验等等这些资讯。那甚至你可以自己去订阅 subscribe support plan 来自己试用看看，来了解一下我们使用这样的产品的一个服务品质。当然，这 AWS 的服务非常多。你在加入团队之后，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 training plan，就是训练计划。它其实甚至 AWS 服务，我们刚刚提到有200多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嘛，所以它其实不太容易学习。为了帮助你在加入团队之后，有能力可以协助各式各样规模的客户呢，我们团队至少有专门的 training team 在负责相应的训练计划。它至少包含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 permission， 你要设定一些 permission、new hire orientation， 然后你可能要去做一些权限设置啊、环境配置等等一些工作。那这个阶段也会有一些对应的资源跟材料，让你去逐步的去遵循这个流程来完成这些工作。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可能要从零到有了解 AWS 的一些服务的状况下，我们就会有对应的 new hire training 来帮助你建立这些所有对应的基础知识。那在这些基础之上呢，你还会走一些对应不同 domain knowledge 的 fresh onboarding training。那你甚至还会有一些对应的 shadowing，就是你要实际去看一些客户的使用案例，来知道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些使用客户案例的情境，来提供一些技术的建议，然后跟对应的技术专家一起进行讨论，来了解说怎么样去提升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服务客户的技术品质，还有你在怎么去应答客户上的一些 soft skill，就是软技巧上面的一些训练。
在这些基础之上呢，只要你完成这些工作，都会有对应的 one-on-one 的 mentor，就是一对一的 mentor section，你会有一个对应的 mentor 来协助在这个过程中呢进行学习，来确保你有能力协助各式各样的技术问题，还有客户的使用情境。很多人会好奇这个工作的角色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其实如同前面提到的，目前在医疗上面至少有200多种以上不同的服务，所以在这个团队呢，你会是不断随着技术的脉络成长，并且深化你自己的技术专业。当然在这里，我认为其实不断的学习，持续不断的学习，将会是你适应 AWS 自律创新和至少200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同时进行技术迭代的必备技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成为领域的专家，也就是在经过产品开发者和不同团队认可之后，成为全球之一的 subject matter expert，也就是简称 SME，来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甚至是培养不同领域的专业。甚至在 Amazon 里面，其实我们除了要求技术深耕之外，我们其实也非常鼓励及重视工程师往不同跨维度领域培养发展相应的能力，成为更多元的人才。比如说，你可能会透过一些工作机会，因此接触许多不同团队专家，共同讨论单一客户上的技术问题，有更多的见解，那培养更多相关深度的知识，或者是往更多不同面向的职涯发展。其实，在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工程师上面，他所具备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在往其他面向的角色发展上面有提供更多的机会。比如说你在内部，我们其实会有对应的像是 support operation，就是 support ops 这个角色，它其实类似于 escalation 工程，外面听到 escalation 工程师的一个身份。它会在你专业上呢协助全球许多的团队，甚至是 Amazon 内部的开发团队，来解决更为困难、更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推动开发人员呢，他们去进行产品的一些改进，来影响到数千万的 AWS 用户。那其实，在我们的角色上呢，也会有很多的机会面向不同的角色，面向不同的人，它也包含了客户，甚至是比如说客户端的 CTO、CEO、维运人员，或者是维运主管、开发者等等等等，或者是 AWS 内部的架构师团队、开发团队等等等等。所以你会透过很多跟这些不同团队合作互动的机会。因此往不同的面向角色发展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你站在客户的第一线，你在这个角上看到很多我们产品本身可以改进的一些细节或者是部分，因此你决定加入 Amazon 的开发团队，来以不同的面向一同为客户执行产品改进的计划，或者是你成为 TAM，就是客户的技术经理，以客户更紧密的跟他们互动，来提供他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协助以及问题，甚至是加入 Solution Architect 的团队，也就是 SA，来帮助客户他们递交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的架构，甚至是变成 Trainer，或者是直接变成Senior Support Engineer，或者是往管理职发展，就变成 Ops Manager 等等等等不同的一些面向。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会有一些投递职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我看完职缺招聘的内容之后，我是不是要真的很熟悉 AWS 的技术才可以进来工作？我想跟你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在2017年加入 AWS 的时候，那时候我连 AWS 的 account 都没有，甚至我也不清楚 AWS 产品的细节。你如果问我 VP 是什么，我可能一知半解。OK，当我在 Premier Support 所经历各式样的客户场景还有应用之后呢，还有向世界各地团队里面世界各地的优秀同事进行学习，帮助我建立很多大量在外面需要累积好几十年的一些实务经验，并且持续突破。所以让我不到1年的时间，我就可以拿到 AWS 的 Certificate，成为 AWS 领域的专家。其实在这个之后呢，学习的脚步并不会停止啊，就是你在这之后仍然需要协助许多以及解决很多拥有数百万的 AWS 用户，就是他们本身的用户、客户的客户，他们拥有数百万以上的使用者的这些企业，甚至是全球前几大 Fortune 500的一些不同的企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技术挑战。所以纵观我自己的经历呢，我从2017年从 intern 的身份加入 AWS，毕业之后成为 full time 的工程师，便致力于在 DevOps 领域上还是持续不断在做学习，解决各式各样客户所遭遇的困难，还有复杂的情境。在这个期间呢，我同时也受到产品开发团队还有全球其他专家的认可，变成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 SME。当然呢，学习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仍然持续不断在技术领域上进行深耕学习不同领域的拓展。这是我自己在这个团队上工作几年的观点。但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你在这个团队 AWS 绝对拥有完善且累积多年的实务经验，还有全球格局，甚至是非常非常 large scale、非常大规模的使用情境，你非常难想象的情境。那它在这些环境底下，它将会持续帮助你深化你的专业，还有你拓展未来职业发展的机会，5年、10年甚至更久的一个职业蓝图。更重要的事情是 Premier Support 呢，就是我们 AWS Premier Support Team，它是属于一个全球性的团队，所以在这里呢，你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以及机会，让你自己打造你自己的未来职业的蓝图，还有专业领域深耕的方向。所以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加入 AWS 的时候，客户问我，为什么我的 application 跑了一阵子之后，它就会自己 crash？那我通常那个时候的回答可能是，你就 reboot 系统嘛，重启系统看看。但在加入 AWS 之后呢，我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透过接触许多大量的技术案例，包含涉及到一些 soft skill 的训练，还有学习到如何正确的 troubleshooting 的技巧等等等等。其实对我在面对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是一些紧急关键性业务系统宕机的状况的时候，能有能力的依循一些正确的逻辑，还有判断，冷静的去处理，还有排查。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在 AWS 上面呢，安全性一直是我们的 high priority。是最高优先的一个设计，所以在 support 团队里面，我们仍然要遵循一系列的合规跟要求，严谨的规范来保护客户的资料安全性以及数据。所以我们为了确保客户的 data privacy，所以我们团队其实并没有权限可以直接 SSH， 就是可以登入到客户的机器里面来去看到客户实际跑的 application code 以及资料等等。所以意味着，其实我们90%的时间都不知道客户的 application 在做什么。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能力可以引导客户往正确的方向来排查，最终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遭遇的技术问题以及挑战。所以当客户在问我，为什么我的 application 跑了一阵子之后呢，就会自己 crash？这时候我的回答可能会是，我从你收集回来的 kernel dump 里面注意到你的某一个 application 呢，在某个 UTC 时间触发了 OOM 的一些状况，那可能是有一些 malware leak，你要不要检查一下呢？在如同前面提到，其实 CSE 就是我们 Cloud Support Engineer Team 会有很多不同团队跟客户合作的密切合作的机会，所以你可能会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可能会去递交一些 training。不管是帮助内部工程师成长，甚至是与客户分享许多客户有用的技术训练等等一些情境，但你仍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以及发展可能，来去拓展你自己的一些事业脉络，还有一些你的专业深度的见解。那比如说，我们有同事在 YouTube channel 上也会去为了帮助客户理解一些常见问题，来解决他们所遭遇的状况，他们可能也会去透过一些video， 就是拍一些短影音，来帮助他们更好如何排查一些使用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一些类似的问题。或是我个人自己透过一些机会，在公开的 AWS Blog 上面呢，去跟更多人以及 global 的客户分享我自己实际解决其他用户的一些状况，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制作一些有趣的技术架构，或是透过一些 bug analysis 或者是技术分析，告诉 service team 就是我们的产品团队，告诉他们说，你们开发者有哪些部分我注意到一些有问题的 bug，你可不可以请你去进行修复，提出一些对应的 bug analysis report，可以帮助他们更好修复他们所不知道的问题，来协助客户将他们可能会遭遇的问题解决。或者是说，你觉得不如我自己做更快，那你可能就会透过一些 pull request 对 AWS 上面的一些开源项目进行修正，比如说你可能是修正一些文档上的更新，甚至是你自己写的一些source code 来解决你工作上所遭遇的问题，影响数百数千万的 AWS 客户。所以在这里我相信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帮助你缔造你想要的职业蓝图。你将会学习如何用全球的格局看待更多的机会，为全球数百万的 AWS 用户带来深远的影响以及帮助，甚至影响我们的客户更好的去使用 AWS 的产品。这些目的呢，最终都是为了帮助他们的业务达到成功。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个团队还有我们职位团队内容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概略的介绍。我希望上述的内容呢，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我们团队的一些工作细节，还有我们这个角色在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接下来我将把时间交还给 Tim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进一步分享一下你们可能会感兴趣的 interview 的 tips 以及 process。好的，谢谢 Ethan。我想经过 Ethan 的介绍，大家应该都已经了解 Mandarin Support Team 或者是 Cloud Support Engineer、Cloud Support Associate 主要的一些工作的内容跟他一些工作的一些方向。接下来就是跟各位分享，目前正在Dublin 跟伦敦在进行招募，相信各位会参加这个活动，应该是对这个职位有兴趣，所以我会说明一下我们的面试的流程跟一些面试上的一些技巧来帮助大家能更顺利的完成这个面试，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成为我们的团队的一份子。首先是说明一下我们的面试流程我们的面试流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你要投递你的履历，然后到你想要面试的那个职缺里面去。投递成功之后呢，履历就会进入到所谓的这个履历 review 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主要就是从履历上看一下你的学经历，还有一些工作背景、工作经验等等，是不是有符合到我们想要找的人，或者是想要找的领域的一些专家或是专长的一个 talent 这样。履历 review 完之后呢，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安排电话面试。根据不同的职等不同的角色，我们有不同的面试的一个安排通常电话面试主要就会是在确定你的技术经验跟基本的computer science 的一个知识你的了解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技术的能力。通常电话面试大概会1到2个 session， 看不同的职等比较资深一点的可能也许就会有2个 session。电话面试通过了之后呢，紧接着下一个步骤就是所谓的 on-site 的 interview。目前虽然我们说是 on-site 啦，但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在座各位有一些可能是跟不在欧洲、不在 Dublin、不在爱尔兰，可能还在亚洲不同的国家。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自从疫情之后，我们的这个面试实体在办公室面试也比较困难所以现在第二个阶段 on-site 的面试呢，也都变成线上面试，到时候我们就会用像现在这个 Chime 的这个软体，我们直接做面试。第二个阶段 on-site 的 interview 里面呢，大概会有3到4个 session 那可能就代表说会有3到4个小时那有3到4位的面试官跟你进行所谓的第二阶段的 on-site 的面试。第二阶段的 on-site 面试呢通常的安排就是技术领域的面试跟 behavior 的面试各一半这个稍等我会再做仔细的说明什么叫做 behavior 的面试。好，经过这个电话面试、on-site 面试之后呢，下一个步骤就是这些面试官跟你面试官，他就会各自写下他针对你前面 on-site interview 里面你的表现，然后他所观察到的你的一些技术能力也好，个人特质也好，然后他观察到的一些数据，还有你的资料等等他会写下一个综合的一个 feedback。每一位面试官呢，他在写他的 feedback 的时候都是独立作业的，就是说他在完成他的 feedback 之前，他是看不到别人的 feedback 是什么。这个面试官他会决定说，如果是我要不要就是 hire 这位 candidate 所以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决定权。刚才前面讲嘛，有3到4位的面试官，大家的感觉可能都不一样，有人觉得OK， 有人觉得说你可能需要再加强可能是目前暂时不录取的话，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关卡叫做 debrief 就是 final decision 那边的 debrief。我们会有除了3、4位面试官之外，还会有另外一个不同部门的资深的一个有面试经验的一些同事呢来主持这个 debrief。在这 debrief 会议里面呢，大家每个面试官就会各自表达说，我在我的面试的筛选里面观察到这个 candidate特质是什么，他的专长是什么，他哪些地方是我们觉得可能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说表现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把好的也说出来，不好的也说出来。3、4个面试官的意见中整会诊之后呢，大家会做最后一轮的投票来决定说你有没有被顺利的录取所以这是整个的面试流程，先给大家知道一下。所以你可能会预期你会在你的投递履历之后呢，你会先经过1个电话面试或者是2个电话面试，然后接下来进行3到4个
所谓的 onsite 的 interview， 然后之后你等待我们的回应的结果。我们的内部的标准的面试流程呢，在电话面试之后呢，2天会决定说要不要进入到 onsite 的面试。那 onsite 的面试完之后呢，通常5天之内要完成 debrief，这是我们的面试整个流程，所以时间其实蛮快的，除非有碰到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不然都会是在这个2天跟5天之内完成面试的最后的决定，然后 HR 就会通知你相关的一个面试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至于会花太久的时间。好，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嘛，在那个 onsite 面试里面呢，主要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技术方面的面试，然后第二个呢是所谓的行为就 behavioral 的 interview。首先说到那个技术技术这边的话，当然是要看你的对于资讯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知识，然后呢额外会再看你的专业领域的技术能力，因为有些我相信在座各位有很多应该都是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一个朋友，你可能你的工作经验过去 maybe 过去几年的时间都 focus 在比如说database 啊，或者是可能 focus 在 networking 啊，这种就是所谓你的专业领域。技术面试里面呢，就会有一关是基本的 computer science， 另外一关就是所谓的专业领域。然后同时呢，在这2关里面也都会个别问到你以前的相关的一些错误排查 troubleshooting 的一些经验，然后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你过去的一些经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另外1关到2关，可能就是所谓的行为特质的一个面试。那这里面呢，我们简单来说，我们其实是在面所谓的 Amazon Leadership Principle。你的个人的一些过往的工作经验，你的个人的个性特质有没有符合到 Amazon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一些要求，然后其次呢也是在看你的沟通跟表达技巧，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过去的一些经验的故事呢能够正确然后能够简洁的表达出来，然后让我们可以 catch 到里面最关键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行为特质，那你是不是有正确的表现出来。我再说明的详细一点在技术职能方面就是首先当然就是我刚才说有一关就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基础知识嘛，那这个大家也知道 AWS 是你从名字就可以知道 Web Services 所以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基于在网络上面，然后它的作业系统几乎95%甚至是99%都是基于 Linux 上面做开发的，所以呢我们会希望每一个 support engineer 对于 Linux 或是对于 networking 的一些基本知识跟它的一些 troubleshooting 的能力都会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说 Linux 的话，你可能我们常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你对于 Linux 的开机系统的目录程序怎么管理，有哪些系统服务，这些系统服务怎么配置，然后process 的管理档案权限安全等等甚至一些系统管理员常用的系统管理指令这些你熟不熟悉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问到的内容。在 networking 方面呢，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大学的时候学过 networking， 你可能就会知道 networking 有所谓的 OSI model， 这7层它的7层各自代表什么。目前大多数的网络上的服务都基于 TCP/IP 嘛，所以 TCP/IP 的原理，它的运作的架构，比如说它是怎么做 handshake 这一类的然后常见的 protocol DNS、HTTP、DHCP、ARP 这些 protocol， 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用处在哪里？然后它的底层是运作细节一些是什么这我们都希望你可能有一些相当程度的一些了解。然后其次是在前面提到有所谓的专业领域的技术能力像你可能是比如说假设各位有database 的经验 Big Data 的经验 DevOps 或是开发或是网络等等各种专业领域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累积的一些技术实力我们也会去在第2个 session 里面去针对这个部分去深入的跟你做沟通。不管是 computer science 或是专业领域的一个面试里面，他都会去问到你所谓的在这个领域里面 troubleshooting 的一些经验。面试官可能会直接问你说，你以前就你以前的工作经验，你有没有哪一次是碰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你是怎么样去找出它的原因，你是怎么样去做 troubleshooting 的他可能会这样问，直接问你过去的经验。也有可能就比如说在座如果各位是比如说还在学的学生已经快要毕业的学生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他可能就会问你情境题比如说你的使用者告诉你他现在他的电脑
没有办法连到 Google 了，不能连不上网，那你要怎么去帮他去排查这个原因？不管他怎么问你，那我们都希望你可以明确的、清楚的讲出说，你怎么样去确定这个问题的 scope？ 它是以刚才的例子举例的话，就是说，它是连不上 Google 吗？还是所有的网站都连不上？还是说某些特定的网站连不上？等等，这些你怎么样确定这个问题发生的范围大小有多大？然后呢，第二个确定 scope 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步骤，或是你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或是指令，一步一步去找出真正发生的原因的那个点在哪里？有时候你可能会，比如说他给你的情境，也许你未必曾经碰过，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也许你没有办法讲出这么多细的东西，但是呢，比如说会问到一个你不会的问题，你可以利用你的所知，你所学到的东西，以一个有逻辑、有条理的方式讲出你错误排查的思路。这个也是我们也非常在意的，就是说，你可能技术很好，但是你查的时候可能就是try and error，就是我这个看一下，那个看一下，这个没有你的 troubleshooting 的思路或 troubleshooting 的逻辑，如果没有一个章法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点。你如果即便你不会，你可以清楚的说出我第一个步骤想做什么，我会用什么工具去查什么，那这个步骤我想要排除什么原因，或者说我想要确定是什么方向哈。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我要做什么，第三个步骤我要做什么，你能够清楚的讲出来的话，那个我们也会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这个是关于技术这边小技巧分享给各位。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 behavior 的 interview 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就是 leadership principle， 大家应该你可以去 Google 上搜寻就搜寻 Amazon leadership principle， 你会找到很多很多的资讯，他去解释说Amazon leadership principle 有哪些包括我们自己官方的一些说明等等，甚至有些人会在一些比如说 YouTube channel 会跟你介绍leadership principle 他是怎么问，然后他问哪些东西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去参考。那我这边我没有办法每一条都说明，所以几个点我这边比较出题的就是我们比较在意的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前面医生有调嘛天字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就是你在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实际经验可以表现出你 customer obsession 的一个精神他可能会这样问说你过去跟客户互动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次是客户做了很不合理的要求，或者说客户对你非常生气，对你大声咆哮，然后你碰到那个状况你是怎么处理的？那最后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可能会这样问。这些在问 leadership principle 或者是说在行为特质的这个面试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情境，请你就你的过去的工作经验或是过去的实际的碰过的一些状况，请你把你的故事整理出来，然后呢说明你当时的状况是什么，你是怎么处理的？那就大概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我们在意的是 ownership 就是说你自己负责范围里面的事情，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到最好？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然后你怎么去跟你的主管或是你的伙伴去沟通，说，现在这个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时你有没有顺利的完成你应该要交付的东西，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等等，就是所谓的 ownership。另外一点呢，也是算于 ownership， 比如说你看到团队里面你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做可以更好，你主动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然后能够让整个团队能够往更好的方向改变这些都是属于 ownership 的范围。然后再来就是 learn and be curious， 还有 dive deep 右手边的 dive deep 这两个是对于每一个 engineer 来讲至少在 AWS 里面的每个 engineer 我们都非常重视的，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这么多，每天可能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服务或是新的功能会上线，你怎么样去保持好奇心，然后持续的学习？所以呢，你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是，你觉得我做了我因为被 assign 某一个任务，然后呢，我做到一半发现，我觉得我的知识可能，或是我的技能可能不够，我怎么样透过自我学习或透过什么方式去把这个我不足的技能能够学起来，能够解决我当下的任务，能够完成我的被指派的一些工作这种所谓的好奇求知的精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dive deep， 就是说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嘛，你的 troubleshooting。你当时在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
找到那个原因，那为什么你会用这个方法？然后呢，你用这个方法之后，你有没有持续去探究，一层一层往下追，说，哎，我到最后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单纯只是现在网络本来不能上，现在突然可以上了，然后我就不去管后面的原因，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精神，就是追根究底的一个精神。再有2个也是我们蛮在意的，就是蛮重视的，就是 N-Trust 跟 Deliver Result。N-Trust 呢，就是你怎么样去赢得你的客户的信任，你怎么样赢得你的老板的信任，你的伙伴的信任。那这些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些经验是，你可能在做你负责的专案里面，你做到一半，你发现发生问题了，然后是你本来没有预期到的，你怎么去跟你的伙伴跟你的老板去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好的故事，只要你能够明确讲出来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去跟大家去赢得伙伴跟主管的一个信任，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让他们知道说，你碰到困难了需要帮忙等等，然后最后有没有顺利解决。然后另外一种情境跟 N-Trust 有关的就是可能是同事之间彼此可能会对于你们的 goal 或是你们的目标，大家有不一致的意见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互相讨论，怎么样去说服对方说，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比较好，而不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们怎么去沟通，达到一致的一个共识，这种也是一个 N-Trust 的一个表现。Deliver Result 当然这个就字面的意思很明白了，就是你的业绩，就是你负责的事情有没有顺利完成，你以前做过的一些专案有没有不但达成之外，甚至还达到了比原本的目标还要更多更好的一些结果，这种都是所谓属于在 Deliver Result 的范畴。反面的故事也可以比如说，我曾经碰到什么状况，当时我是失败的，比如说因为什么样种种的原因我失败了，但是我现在回头检讨，我知道我当时错误的点在哪里，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然后我再来我会怎么样改进，然后后来我碰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有前面的经验，我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善，这些都是都属于 Deliver Result 的一个范围。最后这边给大家一些面试的一些秘诀第一个是 Computer Science 的知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技术面试嘛，大家可能也许离开学校比较久了，或者是在学校念书念完，然后你可能也不见得有可能把所有事情都100%记得，所以呢，在面试之前呢建议大家可以先复习一下这些 Computer Science 的东西画面上提到的这些连结呢就是 Linux 就是你可以至少你可以去看看鸟哥这个网站，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提到蛮多 Linux 的一些 troubleshooting 一些概念方法跟技巧等等蛮好的。Networking 的话，这边有一个我们自己官网的文章这个它蛮详细讲解的那个网络它底层的一些运作的一些细节，然后这也是另外一本书这个在网络上有免费版的，可以去看一下里边1到4章是蛮不错的内容。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并不是说你念完这些就保证你一定会通过，而是说这些里面的内容就是所谓的 Computer Science 的基本的知识，我们希望每个 engineer 都要至少能够掌握这些东西。那你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请你我下面提到一点掌握技术细节越多越好，越深越好，就是说请你发挥一下你的dive deep 的精神，你不是把它看过去就看完了，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对每一个主题能够更深入的自己去延伸，去发想，去再读的更深入一些那我提供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起点它不是一个终点所以你至少看完这些，如果能够的话，你可以再就这些主题再去更往下去延伸，去扩展这些知识点。好，然后呢，在技术面试的时候呢，如果你对于面试官给你的情境或是面试官给你的问题，你如果有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问你的面试官说，你问的问题是不是这样？重新确认一下你理解的问题是不是他想要问的？那你是不是想要 troubleshooting 哪一个方向？这种都可以去跟面试官讨论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问的问题你就不能反问。关于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就是我刚才前面有大概简单说明几个我们比较在意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这边呢其实是需要一些事前准备的。第一个，你要正确的理解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意义，它背后强调的一个精神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你理解它了之后呢，从你的过去的经验，
不管是工作经验或者在学校做项目和 project 的经验都可以。你去准备一些故事，不需要太多，准备大概3-4个、4-5个故事。那每个故事能够涵盖到2个甚至以上的 leadership principle。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 customer obsession 的故事，然后里面可以同时涵盖到 dive deep 的一些精神，那类似像这样的。所以你就到时候你被问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境题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记那么多的故事，你可能因为我们会问蛮多故事里面的一些细节，所以有一些细节你必须要事先准备、事先回想，然后如果你准备的太多的话，那你可能到时候就可能会忘记或是说不清楚，容易会造成一些让面试官觉得说怎么讲的不太清楚，是不是你自己的在那个故事里面你的摄入的深度不够深，这个可能会比较不好。这个就是 STAR， 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有可能已经有听过了，就是 STAR 的说故事的方法，就是这个逻辑你可以套用在前面说的 behavior 的面试里面，也可以套用在 technical 的面试里面。它的精神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明确简洁的说出一个好的一个故事的内容。第一个就是 situation， 你要先描述一下你当时碰到的状况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说 task， 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被 assign， 你被指派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要负责完成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可能会听到SAR， 这个 STAR 可能会变成 SAR， 就是 situation 跟 task 有时候会合并在一起说。所以maybe 你去查资料的时候你可能会没有查到 task， 你去查 STAR 或SAR 都可以。前面这2个就是把你的当时碰到问题的 background 跟你要做的事情说清楚。然后再来就是 action， 有了这个 background 之后，你做了什么事情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去完成那个任务，你做了哪些动作，你第一步骤做什么，第二步骤做什么，第三步骤做什么。然后呢，最后就是 result， 你做完了 result， 你做完这些动作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就是原本的问题被你解决掉啦，或者说原本客户的抱怨可以顺利解决，客户也感到满意啊，等等。那如果说你能够有数据的话更好，比如说客户满意度从本来是60%提升到80%之类的，像这样，如果有数据的话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怎么样在有限的1个小时的面试里面，能够把你想要说的故事完整的详细的把它说出来，然后让面试官可以 get 到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在评估你那个故事好或不好，有没有满足到我们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精神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看这几个要点。你当时碰到状况是什么，有多复杂，然后困难点是什么，然后呢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最后结果是怎么样。那我再重申一遍，就是不见得每个故事都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有时候我们也会反过来问说，你过去曾经有没有碰过什么案例，你觉得当时是做得很不太好，甚至是你觉得是失败的案例，然后你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你当时你从这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可能面试官会反过来这样问你失败案例，这些你也是一样把握这个原则，把你当时的状况说清楚，你做了什么 最后 result 虽然不好，但是你最后学到了什么，这个也是会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我们在都柏林跟在伦敦有在积极的招募。那我们目前需要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大概是这些，Big Data、Analytics、Database、Deployment， 然后 Storage 跟 Content，Linux Networking， 还有 Developer 跟 Mobile， 这是这8大领域。然后后面这些黑色的关键字呢，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给大家一些关键字参考一下，就是这个领域我们找的是哪些方向。比如说像 Big Data， 我们就希望你可能会在 Hadoop 的 ecosystem 有些经验，你可能会 Spark、Machine Learning 或者 AI， 例如这样。比如说 Database， 你可能你如果会MySQL， 会 MongoDB， 会 PostgreSQL、Oracle， 这些都是我们在找的一些这个相关领域的人。就这8大领域给大家参考。如果你刚好是这8大领域有工作经验的话，那非常欢迎各位来申请面试。那如果各位是学生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在都柏林也有招募 CSA。CSA 刚才Eason前面已经大概有说到嘛， CSA、CSE 跟 CSE2 的一些差别。在 Dublin 我们大概
3种职位都有招。在伦敦的话，我们目前伦敦是一个比较新的 office， 目标是先招募在业界比较有经验的 talent， 所以会目标先放在 CSE2 跟 CSE。大家可以到 Amazon.jobs 里面去搜寻这些job ID， 然后就可以做申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希望透过以上的说明，各位能够更了解 AWS Premium Support 的工作以及 Cloud Support Engineer 这个角色所负责的工作范围。希望很快能够看到大家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份子。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活动，再见。